眼前这一大片东西呢，就是 battery pack，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 LFP 磷酸铁锂电池。这个电池陆陆续续已经用在非常多公路上面行驶的一些 EV 车型上面，包括最近也有很多的 PHEV 车型都已经用上磷酸铁锂电池了。这个电池呢，今天还用在什么车上？就是我们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2款，我自己觉得是一个非常巨大突破的车型，就是来自 Chery 的 Tiggo 7 PHEV， 还有 Chery 的 Tiggo 8 PHEV Chery Super Hybrid CSH。影片开始前，一定要为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看的产品，就是来自70迈的 Omni 系列的旗舰新产品 Omni X800。这一台呢是一个 4K 前后双摄行车记录器。这一次的 Omni 跟上一代一样，可以拍摄360度环绕的旋转画面，也就是说，你可以用语音控制的功能，或者用你手机的70迈的 APP 来连接它，控制它旋转左右拍摄，或者直接用语音要求它帮你拍左边、拍右边，或者拍 vlog 都没有问题啊！先进的 AI Motion Detection 2.0 呢，可以更加精确的跟踪。它这一次支援了 WiFi 6 5 GHz 的这个传输速度啊，下载速度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提升。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安装到这个70迈的 Omni X800， 加上前后拍摄的 Dashcam， 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呢，也可以找到他们的购买链接，点进去就可以查看价钱了啦。那事不宜迟，我们现在进入今天的主题内容啦 ，Let's go！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相信看我频道的朋友啊，当然就是对车很有兴趣，或者最近想要买车，对不对？像我这样时常就会换车啊、买车啊，当然也想要尝试一些比较新鲜的东西。如果想要尝试一些比较新鲜或者比较高科技的产品的话，纯 EV 电动车型将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啊，还是比较跨不出那一步，还是比较犹豫，会在想，如果一步跨过去 EV， 会不会很不习惯？况且马来西亚的汽油啊，真的非常便宜，打油还是真香啊！如果继续保持用纯燃油车的话，那个感觉又好像没有 upgrade 到，你知道吗？那今天呢，马来西亚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 hybrid。hybrid 有 HEV， 有 PHEV， 有 REEV。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要来讲关于 PHEV Plug-in Hybrid。今天的主角就是 Chery 的 CSH Chery Super Hybrid 系统。这一套系统真的很够力啊！我之前呢在中国的时候就有为大家带来 Chery 旗下的一个子品牌 Omoda C7 PHEV 的长途试驾影片哦。在那一部影片，我们不只是听人家讲整个过程的故事，然后把它拍摄出来，我们是真的现场开那台车，亲自把它开出那么好的一个续航里程。所以我对 Chery 的这个 Chery Super Hybrid 非常有信心，也觉得它是一个我在体验方面上面感觉非常好的一款 Hybrid 系统。那今天 Chery 为我们马来西亚带来了 Chery Super Hybrid， 也顺便带来了2款自带 Chery Super Hybrid 车型，也就是在马来西亚已经发布过的 Tiggo 系列的 Tiggo 7， 还有 Tiggo 8。Tiggo 7还有 Tiggo 8， 这次我们多了一个新选项哦，不单只是这个涡轮增压版引擎可以选择，这一次我们还可以选择购买它的 PHEV 版本，也就是 Plug-in Hybrid。你可以自己在家充电，充满电的情况下，如果不用任何一滴汽油啊，整台车还可以行驶高达95公里或以上，用纯电模式哦。你想象一下，假如你每天只是开车载孩子上下学啦，去巴萨买一点菜啦，还是去 shopping 一下子就回来，你每天的使用场景不会超过100公里的话，那你每天开那台车一滴油钱都不用付，哇，这简直就是太香了，就像 EV 车一样。所以刚才影片一开始我就有跟大家讲，如果你一步跨不去 EV 车，你还在犹豫的话，你可能会担心 EV 车给不到你那一种长途行驶的安全感，这样 PHEV 将会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啊！如果你每天的日常通勤只是用100公里以下的话，你只需要把你的车开回家，用你家的3脚插头啊，充你家的 Tiggo 7 PHEV 或者 Tiggo 8 PHEV， 只需要8个小时半就可以充到100%满电，也就是你睡觉的时间。我们平时回家第一件事做什么？充手机啊，对不对？睡觉前，那车也是一样，回到家充车、吃饭、看电视、睡觉，隔天醒来你的车满血
血复活，又可以免油费用一天的。所谓的油费不是那个淘宝免油啊，而是免打油啊。这一点确实是一个省钱小方案。那这一款引擎呢，算是一个全球领先的引擎技术了。它的这个热效率啊，是可以高达44.5%的。热效率是什么东西？热效率啊，就是讲这一台引擎呢，每消耗1滴油可以压榨出多少的动力或者多少的续航里程。那这一台车呢，只需要1升的汽油啊，搭配上它的 Chery Super Hybrid 系统呢，每100公里只需要消耗4.2公升的燃油啊，4.2公升也就是不到10块钱的车油钱，你就可以走100公里了。那这台车在充满电还有打满油的情况下，是可以行驶超过1200公里。我自己的实测呢是1300公里左右，所以我对这一套 Powertrain 它的引擎、它的压箱、整套系统都是非常有信心的啦。那讲了这样多，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Chery Super Hybrid 系统的 Tiggo 7还有 Tiggo 8，跟之前马来西亚售卖的 Tiggo 7 Pro 还有 Tiggo 8 Pro 有什么样的差别啦 ？Let's go！ 我身后这一台就是刚刚发布的 CSH 版本的 Tiggo 7。Tiggo 7我们在马来西亚路上已经看到非常多台了，对不对？那这台呢，有什么地方让我们感到惊喜呢？我觉得啊，整辆车也可以算是一个，它还没有到大改款，可是它却改了非常多的东西，包括它的动力配置、引擎啊、压箱啊，通通都已经换掉了。然后还有一个 PHEV 的插电式混动系统。再来就是在外观跟 interior 方面也有做到改变跟提升哦。这一个车头灯跟 bumper 呢，就跟我们之前的 Tiggo 7 Pro 长得不一样了啦。我觉得这个现在的样子真的很好看，某个角度看起来其实会有那种奥迪车型的既视感，也有一点 Mazda 车型的感觉。我觉得这个车头真的帅，比之前的 Tiggo 7 Pro 更帅。那车身侧面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台红色的是一个撞色的啦，多ton的车身是红色，车顶方面是黑色的，亮黑色的车顶，当然有车顶置物架，有天窗。在车尾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搭配上了一个全新的 LED design 的尾灯。这个尾灯比起之前的 Tiggo 7 Pro， 我觉得看起来更加的帅，更加年轻。然后 bumper 方面还有2个 reflector 在旁边哦，它看起来就有点像 Omoda C9 的那一种很有战斗感的那个，好像排气孔这样的东西，我觉得看起来就很帅，就对了这辆车。然后在它的 bumper 下方呢，也是一个全新的 diffuser design， 没有任何的 exhaust 是外露的啦，所以看起来整个尾部就变得更加的整齐。哇，这个尾灯我真的很喜欢，亮起来过后帅。Interior 方面也是做了一些小小的调整，但是大致上跟之前的 Tiggo 7 Pro 还是保持一致的设计语言啦。我觉得这个 Interior 确实是很好看，不需要做到多大的改动啦。当然，它是一个 PHEV 版本的车型，所以我们可以在它的 Center Console 这边看到啊，它是有一个 EV Mode 跟 HEV Mode。当我们启动 EV Mode 的时候呢，就像刚刚在影片开始的时候跟你们讲的，你可以完全使用电力来推动这一台车，就是完全不烧1滴油的情况下，你可以走高达95公里，这一点真是太爽了。PHEV 版本的 Tiggo 7也是用 Multi-Link 的后悬挂，所以这个 Multi-Link 呢会让我们的乘驾还有乘坐呢会有更加舒适的体验。当然，下面还有一个非常大块的 Battery Pack 啊，就是让你可以行驶得更远的这个因素啊。这个 Battery Pack 啊是防水的，他们有做过测试哦，把这个 Battery Pack 拆下来丢进盐水里面啊，就是海水里面浸泡好多个小时过后，再把它拿回来装回这台车上，结果还是可以用的。所以如果讲马来西亚的路况啊，时常会遇到一些淹水啊什么之类的，是完全放心，不需要担心它会损坏啦。那增加了一个 battery pack， 后座会不会这个地台升高变得不好坐呢？我们来体验一下。OK， 虽然是讲它在基于 Tiggo 7 Pro 的这个车身架构上面哦，增加了一个 battery pack， 但是我们坐在这个后座呢，我们不会因为增加了一个 battery pack 而把这个地台提高。如果是地台提高的话，我们的这个大腿支撑会变差嘛，对不对？不过这一台车呢，我们只需要普通这样子坐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的大腿还是可以舒适的放在这个椅垫上面，然后我们的整个大腿支撑也是非常好，可以看到它的椅垫长度也是很长，后面有2个冷气出风口，有一个全景天窗。我觉得如果是比较年轻
的朋友们啊，想要买一台比较运动型的 SUV， 这一台车将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因为年轻人嘛，我们驾车当然还是需要有一点动力，对不对？这个来自 Chery 的 Super Hybrid 系统呢，将会给到你很好的动力，很好的加速，然后它又很省油，哇！这一点真的是觉得，如果价钱可以控制在14万左右啊，就 win 了。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更加适合多成员家庭使用的7人座 SUV 的 Tiggo 8 Chery Super Hybrid。这一台呢就是 Tiggo 8，当然这一台 Tiggo 8是一个 PHEV 版本了，也就是 Chery Super Hybrid 系统的一台车。我们可以在外观上面看到，整个 bumper 车灯的 design 跟 Tiggo 8 Pro 都已经是一个不一样的设计了啦。有些人呢会这样子就讲它是一个 all new 啊，不过 Chery 是没有讲它是一个 all new， 就连它的引擎还有它的变速箱那些通通都已经换掉了过后，它还是一台 Tiggo 8，没有写什么 all new Tiggo 8啦。然后这台车我们可以看到车身侧面跟之前的 Tiggo 8还是一样，没有多大的改变。不过我们可以在车尾这里看到这个尾箱盖，不知道这一台是不是因为是一个 R&D version 还是一个量产车型，我们不确定。它是没有自动尾门的啦，还是用液压顶杆的方式把它顶上去。它有什么差别呢？我们在车身侧面可以看到这个门把手啊是已经换成了这一种电动的隐藏式门把手啊，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我觉得其实这样子看起来还蛮好看的。当你把车开在路上走的时候，这个门把手会往内收，就是一个完全平整啊，可以减低这个风阻啊。Interior 方面，这一台车的 Interior 跟之前的 Tiggo 8 Pro 就是一个绝对的改变啊。我觉得在这个 Dashboard 的设计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的 Chery Tiggo 8 Pro 它是用连屏式的那一种方式整合了它的 Speedometer 还有它的多媒体播放器。可是这一次呢，它是把两个荧幕分开了，中间有一个15.3寸的多媒体播放荧幕啊，也是用好像 Omoda C9 的那一种排档方式啊，就不是在中间了啦。所以我觉得这整辆车它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很焕新的感觉，而且在影片开始的时候有讲到它的这一台引擎的热效率啊是高达44.5%，是什么一个概念啊？这个热效率呢，我们拿一些同级竞争对手来讲的话 ，Dynamic Force 的这个引擎啊，它的热效率大概是在41%，那 Sky Active 呢也大概是在41-42% 左右。这一台车可以超越它的同级对手，来到44.5%，这是一个很厉害的数字啊。我们来讲一下 F1， 最近 F1 电影很红嘛，对不对 ？F1 一个比超跑还要更加先进的赛车，也是一个混动系统，它的热效率呢就是可以达到超过50%，它那个已经是天花板了。可是44.5真的很厉害。来到这一台 Tiggo 8的车尾，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很大个的标示啊，写着 Plug-in Hybrid。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大个，你看我的手掌跟它的比例，如果可以小小个写着 CSH， 应该会更好看啊。然后这台车它有2个假的 exhaust tips。Plastic 的，不过它确实是一个双出排气管哦，在下面隐藏起来了。然后它的这个车尾的车脚啊，就是这个 Multi-Link 的车脚啦。所以很多人一直在讲 Multi-Link 会比Torsion Beam 来的舒服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啊。当然啦，确实这台车它也是配上了 Multi-Link 的车脚。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车底的位置看到有一片蛮巨大的这个 Battery Pack 啊。这个 Battery Pack 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有讲到的 LFP Battery。LFP Battery 这个磷酸铁锂电池是什么一个概念呢？这个概念很简单，全世界最好卖的车 Tesla Model Y， 它不是最好卖的电动车啊，它是最好卖的一台车。它的 Rear Wheel Drive 版本也是用这 LFP 的 Battery， 可见 Chery 是下重本的。当然车尾的细节还算是蛮多的，也包括这一台车我找不到 spare tire。OK， 所以今天只是一个 Chery Super Hybrid 系统的一个发布会，当然也为我们带来了这2台车。接下来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更加完整的详细试驾报告，当然包括 Tiggo 7还有 Tiggo 8 Chery Super Hybrid。继续关注我们的影片，我们接下来还会为大家带来更多丰富内容啊！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你要 Honda 卖我吗 Honda 啊，卖买啊，卖。 Real stats, real speed, real quick on the line. We ain't influencers, we ain't no clowns. But we're a rap, we hold it down. Real test drives, real reviews, no factory scripts, we speak the truth. From Sapine to the streets, push it to the edge. Feel the G-force balance on the razor's edge. Don't talk to me.